距离上一次去中国已经过去了整整5年，这次我终于有机会前往中国。看着熟悉又陌生的机场，我在激动之余竟然陷入了沉思。到底中国现在是什么样子？发生了哪些变化？等待我的又会是什么？这一期内容我会带领各位前往成都、郑州、许昌和青岛，体验一下这些地方的风土人情，和当地人沟通交流，并且和近日俄罗斯纪录频道的工作人员一起讨论中国到底在衣食住行邮购等方面发生了哪些变化。这种变化其实在去中国之前我已经体会到了。最近几年，由于中国签证的申请量大幅攀升，所以圣彼得堡开设了中国签证中心。这里最大的变化就是在领事馆门口排长队的现象永远载入了历史。就在这个地方有各个国家的签证中心，但是去的人最多的一个签证中心就是中国的。现在获取中国签证只需要在网上填写表格，然后预约时间，提交证件，搞定了，过几天就可以来领签证了。没想到这个签证中心效率这么高，很快，就速度特别快。拿到签证之后，我的中国之行就开始了。经常有人跟我说，小林视频要做短一些，但是有很多话题三言两语真的讲不清楚。比如我不可能用2句话讲清楚中国的所有变化，所以如果大家想要了解一个地方，有一个非常好的方式，就是观看中视频纪录片。比如如果想要了解真正的俄罗斯，了解世界，就可以订阅 RT 纪录频道。该纪录片编辑部翻译并发布档案中最有趣的纪录片，许多影片曾获得国际纪录片比赛的奖项。纪录片每周发布2次，此外每天该频道还会发布一些有趣的短片。比如你是否知道圣彼得堡冬宫里负责保护艺术品的猫咪？你是否听说过苏联版的奥利代赫本和克里斯汀迪奥？你是否知道著名的卡拉什尼科夫自动步枪的发明史？等等等等。通过观看RT纪录频道的纪录片，你就可以了解到这些有趣的故事。还等什么呢？赶紧行动吧！刚下飞机，我就体会到了天府机场的大，光是拿行李就需要走好远好远。成都的机场太大，飞机是7点45到了，现在快10点，但是我还没出机场。好不容易机场刚结束，地铁的规模又把我惊呆了。我7年前来到成都，在这里好像只有2条地铁线，但是现在已经有10几条地铁线，发展很快，城市的任何地方都可以坐地铁去。这里的地铁十分现代化，宽敞舒适，规模庞大，十分便捷。中国的地铁给我的感觉是很现代、干净的、安全的，该有的东西都有，各个细节都弄得特别好。确实，这里的细节体现在各个方面：无障碍电梯、车辆信息显示器、空调的温度、车厢内部的指示牌，还有各种其他的标志。这里的安全须知写得非常细，有中文也有英文。这里还有洗手间、母婴室、售货机等等等等。如果说不出地铁直接到购物中心，这个我早已经知道。那么坐地铁直接去医院，他还是第一次听说。这边是地铁，这边是医院。当然，地铁的安全也是让我吃惊的，比如到处都有这种防护门，进门就要安检，而且很多地方都有安保人员。除了地铁，公车也十分便利。
首先，这里的公车线路十分发达，车次很多，不需要等很久，也不会挤很多人。有时候甚至整个车上只有我一个人，尤其是配合手机地图使用，可以清楚了解到你需要的班次。这种便利不只是我，就连7000公里外的人也有体会。虽然我们生活在俄罗斯，但中国这些年的高速发展，全世界都看到了。大家都欣赏中国取得的成就，比如中国的公共交通非常方便，技术全球领先，不仅自用，而且输出。确实是这样，这里公车都很新，基本上都是电动车，很安静，乘坐体验也很好。我甚至很喜欢坐公车没有目的的逛。说到车，这次中国之行给我最大的感受就是到处都是电动车。从出租车、公车到私家车，甚至是清扫车，都是电动车。在中国很多车是电动车，虽然外面车不少，但是呢没有那么吵，并且相关的配套也很全，好多地方都有充电桩。晚上充大概就2毛多钱一度，充一次充满大概是多少钱？就20多块钱嘛，20多块。20多块。电动车的大规模使用，不但比燃油车更省钱，更重要的是环境污染得到了很大的改善。不可能换油车，不环保对吧？你换油车起什么作用嘛？我这次去了很多地方，空气质量都得到了大幅的提升，很多时候我们都可以看到蓝天白云。说到电动车，还有一点就是中国自主品牌的市场占有率很高，好多中国电动车设计非常棒。随便进入某个购物中心，就可以看到中国车的展厅。中国的电动车不仅节能环保、发展迅速，而且很多品牌具有自己的独特黑科技，在某些方面甚至超过了老牌欧美汽车品牌。不过，仍有继续上升的空间。是的，我就真正体验了一把这种黑科技。理想同学在呢，播放音乐。好啊。有按摩啊！关门。哒哒！在俄罗斯的时候，我也在网上看到过关于中国车的测评，但是实际体验过后，我真的有冲动想换一辆中国车。说完交通，这次给我冲击最大的就是中国的购。这里有全球最顶尖的品牌、最豪华的商店以及超级大的购物中心，甚至我飞无人机的时候都很难把它拍完整。最让我感到惊讶的是，这里有些购物中心像博物馆一样，非常有艺术气息，每个设计都很美，简直像艺术品。如果我进来，你跟我说这是艺术馆，我真的会相信。说到购，我也发现了一些重大的变化，那就是中国本土品牌的崛起。我无意中来到了郑州的一个购物街区，发现有很多我不熟悉的品牌。我这里看到了有很多品牌是中国的国潮，他们的衣服鞋质量超级棒，最重要的是看得很酷，就是他们的设计很棒很棒的。这里面人头攒动，都是年轻人。在最早之前，就是比如像我上学的时候，我们可能接触的就是耐克、阿迪，就是一些国外的一些运动品牌。然后这几年的话，咱们国内的这个国潮是越做越好了。玉嘛，然后河南有一个暗纹是河南的地图那个板块。就连我自己也买了很多中国品牌的衣服，最后干脆自己再买了一个行李箱，因为我的机票可以带2件行李箱。
除了船以外，在吃上我也发现了一些变化。在中国，吃是一种文化，对于中餐有2种老外，既喜欢中餐的和既不喜欢中餐的。我当然是属于第一种。冰粉就是我最爱吃的，终于有了机会可以吃到真正的成都的冰粉，里面好多东西，各种水果，超级好吃。不过我也听过某个俄罗斯老专家说过，那些既不喜欢中餐的其实是不懂中餐。他说中餐是全世界最好的美食，这句话我是认同的。我感受到的第一点变化就是点餐都用手机扫码了。我下飞机后的第一餐跟一个傻子一样，不知道怎么点餐。再有就是中国自助茶饮以及咖啡品牌也在崛起，我喝了之后感觉很棒。如果他们可以进入俄罗斯，我相信一定会有市场。最后在超市我看到了大量的饮料都标注了零脂零糖。看完了吃，我们就一定聊聊住。我很明显地感觉到中国人的居住条件在大幅度改善。之前的老旧小区全部被改造，粉刷了墙壁，增加了充电设备，完成了煤改气，安装了暖气，甚至有些小区还加装了电梯。再有就是城市很多地方多了很多公园。我记得5年前在这个地方还是比较乱，什么东西都没有，但是现在他们建了很好的一个公园。这种变化让人感觉很棒。有些是老公园的改建，有些则是旧厂改造。哇，这个天气太完美，不冷不热，而且我现在所在的这个地方风景太好看，可以看到有东风区，旁边有一个公园。我发现郑州最近变化太大，公园到处都是，我走着走着就可以看到一个公园。这个是来抓苍蝇的，里面就是有苍蝇。另外就是非常现代化的博物馆也拔地而起了。除了老城区，城市的规模还在不断扩大。我记得很多年前我读过一则新闻，不少不靠谱的国外媒体把郑东新区描述成中国最大的鬼城之一，而事实上它早成为郑州的一个成熟商圈，甚至变成了郑州的名片。我记得上次来郑州的时候，更靠北的金钟岛还是个大工地，尘土飞扬。仅仅过了5年，这里地铁都开通了，这里有很多体育设施，到处都是来运动健身、休闲打卡的年轻人。就是在这里，我遇到了我的粉丝，他会说俄语，请我喝咖啡，我们还讨论了俄语学习和郑州的变化。郑州的变化不是独有的，整个全国都是一样，在不断建设。让我感到惊喜的是，除了大规模建设，很多细节都反映出大家越来越重视保护环境和城市卫生。说到住，说到生活，这里手机不仅可以支付，它甚至可以完成几乎所有你的需求。虽说中国的这种便捷早就不是什么新闻，但是只要你体验过，就绝对离不开了。在这里，你可以用手机预订博物馆、手机购物、手机看病、手机订餐、取餐、手机坐地铁、公车，甚至是手机取纸，几乎你能想到的手机都可以完成。这种便捷其实大大提升了效率，因为当我到了机场，看到了很多外国人排队用现金支付的时候，我才理解，其实手机支付真的节省了很多时间。
接下来我们了解一下服务。为此我专门到了许昌打卡中国超市的天花板胖东来。我还没进去，但是我已经感到非常激动。我从来没有这种感觉，去超市要感到激动。我们去看看。一进去，乍一看，也就是普通的购物中心和超市，但是一切的细节都展示出商家是真的关心、关爱消费者，而不只是喊口号做样子。所以在这里，消费者真的会觉得自己是上帝，主要是被尊重。我拍摄的时候，没有人阻止我，没有人要什么拍摄许可，反而是告诉我可以拍摄，可以学习交流。哎呀，我的天哪，已经够干净的。我刚才看到了有一个工作人员用手呢在那边擦。哇！我买了这么多东西，分了3个袋子，而且他帮我装。像这种的服务，在俄罗斯才生比到8、9组好超市才会有的。我这次来中国还有一个心愿，就是想看到海。于是我来到了中国青岛，青岛果然没让我失望。来这里的第一天，我就看到了大海，看到了美丽的日落。青岛是个美丽的城市，这里作为德国曾经的殖民地，建筑极其有特色，中欧结合的城市风貌让人感叹中国多姿多彩。坐出租车的时候，我跟司机交谈，也了解到现在很多人都选择国内游，所以青岛旺季的时候人很多。青岛确实有丰富的旅游资源，这里的景点真的很美，很多都免费。更重要的是，我感受到了青岛的服务，比如我在青岛的地铁站可以免费寄存行李，工作人员非常礼貌，并且耐心告诉我注意事项。在离开的时候，我还对青岛依依不舍。最后，我想表达的是人的变化，尤其是年轻人的变化。在旅行中，我接触了大量的年轻人，我自己的感受是很多人相当有礼貌，他们遵守公共秩序，也非常自信、开放和包容。我在拍摄的时候，会有人主动给我让出空间，不想干扰我拍摄，会有人主动跟我沟通，并且帮助我，也会有人因为踩到我的鞋反复道歉。这一次中国之行让我感到非常吃惊，它的变化如此之大，可能对于在这里生活的人，这个变化是感觉不到的，但是对于我5年没来过中国的人来说，变化真的是巨大的。这种变化体现到了各个方面，服务、基础设施、人、交通等等，这种快速的变化让我感到很震惊，有时候甚至让人不知所措。要知道，每一个中国人付出了巨大的努力，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贡献，甚至从小学的时候就开始了。但是这样的变化不是没有代价的，这样快速的生活节奏、压力让不少人来不及享受生活。所以我还是希望大家可以找点时间放松一下，陪陪家人，享受生活。比如可以看一看我的视频，或者是RT的纪录片，甚至有时间可以来俄罗斯看一看。